水一样没什么区别了。我将用丰富的经验来给大家传授我自己懂的空洞知识给你们。这一期比较基础，没有实战，只有数据，别以为这不重要。我相信在座的大多的基础都没有达到非常牢的程度。了解今天这期内容，调整自己的作战习惯，会让接下来的路走得非常舒服。进入本期正题，看下四所五门中我们的伤害。当然肯定是满配置下四所五门的伤害。如果你说你零丁白法，那赶紧关掉这期视频，我教不了你。众所周知，四所为锁骨钉、外壳、护符、魂槽。既然锁护符，当然是没有力量、萨满之类的加成，所以我们的法术就等于初始黑法的值。而锁骨钉则为把满级骨钉锁到2钉。上期视频中我们知道了所有骨钉、剑技、法术的伤害，这期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我们2级骨钉的伤害为13，此状态下对应的蓄力斩和冲刺斩伤害为32，旋风斩16，共有6判。黑波单判为30伤，黑吼单判20，共4判。黑砸则有3段伤害，这里要注意一下，黑砸的第2段伤害，也就是冲击波第1段是有2个伤害的，35或30。经测试以及各方大佬研究呢，冲击波的左半边伤害为35，右半边伤害为30。若冲击波左右的方向都击中目标，一般取30的伤害。但是如果左右都击中目标，且左边冲击波只挨到了目标一点点，则还是取35的伤害。听着是不是有点懵？其实我开始也有一点懵，但这不重要，只需要知道有2个伤害就行了，反正相差也不多，也不影响在座的各位开法拉利。我们单单知道这些数值还是不够的，实战中你还是不知道你打出了多少伤害。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最常用的攻击手段肯定为平砍。我在这里列出了1到7刀的累积伤害，为后面与其他攻击做对比。蓄力斩与冲刺斩是单判伤害，就只列出他们的实际伤害，也就是32。旋风斩满判6点，从1判到6判的伤害分别为16、32、48、64、80、96。黑波一般来说最多只能打2判，3判的情况非常少，所以不做讨论。1判和2判分别是30和60的伤害。黑吼4判伤害，1到4判分别为20、40、60、80。黑砸3段伤害，当你只打中1判时，通常是打中第2段，因为就属第2段的范围最大。当然也有只打中第1段的情况，此情况基本为下砸砸到了荆棘上、钢刺上、酸水里或者是悬崖下的情况，在这里就不做讨论了。只中1判的伤害为30或35。黑砸中2判的情况基本都是中第2段和第3段，也有只中第1段和第2段的，这种情况就是 BOSS 溜走了，肯定没有只中第1段和第3段的情况。中2判的伤害为45或50。剩下的就是黑砸中3判的情况了，黑砸中3判的情况伤害为60或65。几乎所有的情况我都列出来了，那么大家仔细观察，我总结出了几点供大家参考。1. 平 A 伤害垫底，任何法术和剑技只要碰到敌人就比平砍1下伤害高。2. 旋风斩全中比黑吼加平砍1刀伤害还高。3. 黑砸1判约等于黑波1判约等于蓄力斩冲刺斩等于旋风斩2判。4. 黑砸2判约等于旋风斩3判约等于平砍4下。5. 黑砸3判约等于旋风斩4判约等于黑波2判等于黑吼3判。6. 黑吼2判约等于平砍3刀。现在大家可以截图了，除了我总结的这几点呢，希望大家也能从中提取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。平常疑惑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伤害高的问题啊，都能在这个图上找出解答。这里再给出常用的几套连击伤害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平砍3刀加黑波等于69，
平砍3刀加黑砸满判等于99或104，平砍3刀加黑砸双判等于84或89，平砍3刀加黑猴满判等于119，旋风斩3判加黑猴满判等于128，旋风斩6判加黑猴满判等于176。算术大家谁都会，我就总结这几个，其他的大家自己总结吧。到这里，关于思索伤害的问题就讲完了。千万别觉得这只是浅显，我现在基本能做到打一个 boss， 在结尾的时候大概知道他还剩几个法术或蓄力斩能打死，这对于你伤害的把握以及对 boss 血量的把握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。在这里就要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另一个福利了，我把所有的5门 boss 血量都列在这里给大家了。白色的是5门内 boss 的血量，也就等于调血级 boss 的血量。蓝色的是晋升级和伏灰级的血量。一些比较特殊的血量机制我也给大家写在下面了，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吧。第一，奥波录波死一只后另一只加200血，调血或者是门里的加血无上限，晋升级或者伏灰级有上限。这个指的是什么呢？意思是在调血级里或者是2门5门里，如果先打死一只波波，那另外一只就算满血也会加200血，变成650血。但是在晋升级和伏灰级就不一样，另外一只的血量上限就是750，不再增加了。第二，乌姆的小水母炸乌姆是2判，每判50，也就是说通常炸一下是100血，这个大家明白就好啊。乌姆是血量排名倒数的 boss，350的血炸一下就只剩250了，再随便打打，那2个水母总是能带走它的。第三，2个格林的蝙蝠形态都是固定50血，打掉的血量等待恢复正常形态后才扣掉。也就是说在4所中它变了蝙蝠，我们打4刀就不用再追着猛打了，打的再多也只是扣50血，并且还得等恢复正常形态，这个血量才减掉。第四，假骑士的蛆虫是固定40血，失败冠军的蛆虫第一次是60血，之后都是40血，这个并不重要啊，只是在这里做一下补充说明。第五，只有无上浮光第1阶段的血量能打溢出，其他所有情况 BOSS 转换形态都是强制回到特定血量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只有无上浮光的1阶段打多了伤害会在2阶段减掉，这是游戏里唯一的特殊情况，其他的任何情况转换形态都会强制回到特定的血量，即使是无上浮光的2阶段进入3阶段也是强制回到281血。再顺便说一句啊，debug 上无上浮光最后阶段显示的是1000血，但是打到281血量后 BOSS 就进入了骨钉一击必杀的形态，这个形态即使把骨钉调成0伤害也是能打死的。至于为什么我确定是281血，那是因为我把骨钉调成1伤害，1刀1刀反复多次尝试后，最后确定了这个精确的数值。看到这里还没给3连的同学，你们真的是飘了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，好好反思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